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期讲一下手机行业，会讲一下这个行业今年整体的变化。那大家可以猜一下，在今年中国市场增速第一的手机品牌是哪个品牌？那大家可以猜一下，一会儿我们会揭晓答案。那今年整个手机行业都面临着巨大的供货压力，因为现在全球的芯片短缺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那为什么芯片会缺货呢？还会缺多长时间呢？首先与去年同期比啊，有的原材料还在涨。那 PVC 作为基础原料涨了60%，玻璃价格涨了40%，铜涨了48%，铁铝塑料等等也都在涨。这些原材料的涨价传导到了芯片上，很快压力就会传导到电子产品了。现在很多厂商买芯片都得摇号，对，是真的摇号。那咱们也知道，只有供需极度不平衡时才会用这种手段。所以我猜测智能机在今年底啊，很可能也会有一些品牌会进行幅度不小的涨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几个月前美国德州美国芯片制造的核心地带遭受的那场暴风雪袭击，当时德州批发电价每千瓦时都超过$10了。奥斯汀市因为缺电，很多芯片企业也被要求减产停产了。其他地区的芯片厂也不是不想生产，而是也缺货。从制造芯片需要的晶圆就那个外形是切成小片的大圆片，到 ABF 基板以及场效应管都极度的缺。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向全电子行业包括智能汽车行业传导。手机厂商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印度疫情。年初呢，苹果把8家苹果代工厂迁到印度去了，国内的富士康和硕伟创也都有投厂。但现在面对疫情，印度政府对工厂的限制不是要求完全关闭，而是要求要有50%的产能比如以前100个人上班，现在只允许50个人。当然，如果厂里谁得了新冠，谁就回家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上班。这样操作其实对产能恢复的时间就更不确定了。所以总结来说吧，手机行业产能跟不上，最保守的讲也要再维持将近10个月时间。刚才说的都是供给，那2021年的手机行业在需求上有什么变化呢？这个大家估计也都有体会。这2年手机在大的创新以及屏幕上都没有太多提升。光学组件是过去数年间手机价值增量最大的组件，未来3年也是这个趋势，是手机创新的一个主发力点。比如3年后大概率激光雷达也会成为手机的重要配件。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如今手机总体上还是愈发同质化的，甚至我们在换新手机很难找到以前那种兴奋，所以大的手机品牌之间的市场份额也就反而更平均了。这行业已经是世界性的顶级公司的抢手争霸，也能算世界商业史上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了。当我们都以为手机行业会在这种如血海般的竞争环境下焦灼的 battle 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一批新的黑马出现，悄然改变了整个行业。这个黑马品牌就是在618前又爆火了一把的 Realme，18年才刚刚创立，19年就出货了2500万台，席卷海外市场，在全球13个国家都是前5名。2021 Q1 国内销量环比又增长了82%，Realme 成为了近3年名副其实的中国市场增速最快的手机品牌。后面我也会讲是为什么。今年618前开门红的成绩更是直接冲上了多个电商平台安卓手机品牌销量的前2名，而且在追求时尚、炒酷自我的当代年轻人圈里，Realme 更是非常受欢迎。Realme 的出现真的让人对手机行业有了新的看法和认识。比如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早就是存量市场了，2018年连锤子科技的员工都开始再就业了，市场格局早就确定了，很难有人相信新的品牌还能再跑出来。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原来这个行业不存在永恒的玩家。那么 Realme 究竟做对了什么呢？首先我觉得这家公司在创立时确实是有行业领先的战略能力的。我们先回顾一下18年，也就是 Realme 成立的这一年的中国市场是什么样的。2018年除了华为之外的所有手机品牌都有很大幅度的下跌，当时小米还未从至暗时刻走出，金立和中兴出货量则跌了80%，三星出货量暴跌67%，中国市场份额也跌了1%。18年关于 5G 的手机的谈论还不多，毕竟当时美国刚刚完成对中兴的制裁，5G 商用的推进速度究竟有多快，中美谁是技术主导者，较难给出精准的预测。哪怕再过上1年，张朝阳会指出 5G 存在健康风险，何同学也才刚上传视频讲述自己在北邮测试 5G 的感受。但 Realme 在成立之初，先是发展了一下国外市场，
有点在国外做内测成功了再发展国内市场的感觉。这2年做海外市场也可以非常轻资产的做，比如在 Shopee 和 Lazada 上做销售，流量红利非常大，基本就是10几年前的淘宝时代的感觉。独家合作成本初期也不高， realme 较早和他们达成了独家合作。另外 realme 很快就把 YouTube 的粉丝做到了361万， Facebook 的关注也有911万。如果这些海外社交媒体的粉丝也代表着某种线上势能的积累的话，那在海外它的线上势能很可能比小米都高了。管理团队每天都会花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浏览线上用户的评论，并尽量将他们的建议整合到下一次产品的更新和发布中。在国外发了很多款手机后啊，这样国内首款产品也就更容易做到极致，胜率肯定也就更高。然后很快就确立了 5G 战略，是所有排名靠前的手机品牌里啊比较早推出1000元以内的 5G 机型的。所以国内首次发布会上给自己的定位也很精准，就是为 5G 而来。19年索性宣布全面进入到 5G 赛道，以后不再生产 4G 手机，在操作上非常生猛。就在外界还在思考 5G 主导权问题，还在争论 5G 是否真的有用时， realme 投入是义无反顾的。所以这个品牌在今天在 5G 加性价比这个定位上依旧是始终比别的品牌快一步。当然我更看好这个品牌的未来，是觉得 realme 应该是当下最会跟国内外年轻人沟通的品牌，没有之二。当然最会和年轻人沟通的评选标准确实也容易比较虚啊，所以在这种感觉上的东西很简单，大家就去看看他们在 YouTube 上做的宣传片有没有那种科技潮牌的感觉，和别的品牌比较一下。realme 做的一些活动啊，确实蛮符合20岁上下人的喜好的。我自己也问了不少公司里的00后，他们对这个手机品牌的好感度是极高的。在手机行业里，有个手机品牌的健康度的模型，就是手机品牌的健康度啊，取决于品牌拉新力，就是品牌吸引新用户的速度；用户活力，用户换机周期是否快，是否乐意为更多的虚拟产品付费；换机忠诚度，下次换机后是否还会选择这个品牌。跟互联网运营的拉新促活留存一个意思。这样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为年轻人做好服务对品牌讲是个很聪明的做法。根据腾讯的调研数据看，近2年反哺父母型换机成了新现象。在购机人群中，57%有为他人购机的经历，其中86%是买给自己父母的。很多中国父母在前几年对手机的认识与依赖都有限，觉得买个价位足够低的能用也就够了。现在也开始详细的问子女到底哪个牌子拍照好，电池更耐用了。所以把更年轻的市场打透也是能影响高龄市场的。这会儿肯定也会有观众说啊 ，realme 是 OPPO 的子品牌啊，发展肯定快啊。其实也不能这样讲 ，realme 和 OPPO 的关系啊，与红米之于小米、荣耀之于华为还是不太一样。虽然最初的 realme 的包装上也会清晰的标明Power by OPPO 的字样，但是这个品牌从创立第一天就是当做独立品牌来做的。团队更像是带着创业精神去做新公司，而不是一个部门做了一个新业务。下面我们会讲为什么 OPPO 的母公司欧嘉集团要用这种模式呢？像 realme 的品牌主张是赶越级，其实在10年前OPPO 团队中也是有这种基因的。比如在13年 OPPO 开拓越南、印尼这些人口大国市场，启用的区域合伙人都年轻的让人难以理解，都是20多岁。这些25、6岁的年轻人在2016年的年收入就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了。而当时主导越南市场的三星的中高层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而偏偏就是这支年轻的团队把越南的4大渠道垄断巨头给搞定了。因为开始完全没有线下渠道组员，当年也同样花了巨大的精力去做越南市场的 YouTube 和 Facebook， 最后4年时间就做到了越南手机市场份额的第2名。所以其实欧嘉集团在10年前虽然几乎不提互联网概念，但也是非常懂互联网的。realme 还赶上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华为以及荣耀因为近2年一系列特殊事件，市场份额在持续下降，为市场腾出了更多空间，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且根据各家芯片储备量来看，很多机构也预测华为系的手机在未来1年内可能依旧难以恢复一个明显的增长。而如果 realme 在未来3年完成了销售1亿部5G 手机的指标，很可能也会成为主要和小米进行激烈竞争的一个品牌。另外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未来手机市场的打法会汽车化，上世纪汽车巨头之间的品牌竞争策略会极具参考性，集团加多品牌的运作模式会是手机巨头们下一个进化的方向。比如通用汽车就会为旗下的凯迪拉克、雪佛兰、别克、50、宝骏等一系列品牌提供生产服务，分摊不同品牌的研发成本支出。
令产品线尽量覆盖所有有个性化需求的购车者。最后在品牌矩阵中留存下来的，通常就是经历过市场验证的优质品牌，而不是简单的分成高价档和低价档两档。近2年，欧家集团技术中台化的战略越来越明显，也具备了技术中台化的雏形。realme 与 OPPO 各个品牌之间的个性差别越来越明显，但技术上联系又愈发紧密，这说明欧家集团是最接近于这个趋势的公司。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未来希望看到的肯定也是更有特点的发布会，更个性化的手机，毕竟多一个选择就多了一些自主权。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